我给你们看我的账号，开服玩家，角色最高50级，全4星仪器，4星光追，我根本不养成，队伍的搭配我也不研究。那我玩星穹铁道就是体验剧情，所以说沙金这个 BOSS 的难度设计呢，它就是一个 BOSS 应该有的难度。你不能说剧情4个人都得过，所以难度一点都不要，而这样也很极端。就是 BOSS 它应该有 BOSS 的压迫感嘛，打 BOSS 就要有打 BOSS 的感觉，比普通的怪难一点是正常的啊，打的时间要长一点也是很正常的，这样才能塑造出 BOSS 的感觉嘛。那它也不是什么混沌难度，也不是什么非要6+5，或者说你有人权角色才能过，它就是单纯的需要玩家想一想，然后变一下阵容，或者有一些策略它就能过的。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根本不是沙金这个 BOSS 在剧情中设计的是不是太难了一些，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市场上有一部分玩家还是喜欢玩数值换皮这一套模式，而不是说去花一点心思研究一下机制，然后想一想策略。但是呢，实际上又没有人能指责别人怎么玩游戏。你听我说这个肯定会觉得我有点神经病，对不对？但是我和你说一个故事，我自己是设计师嘛，在设计的生涯里呢，我大概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我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做自己觉得好看的设计。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甲方都是没有什么审美的人啊，什么 logo 要放大一点啊，配色要用金色啦，土的不行。那第2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与其做自己觉得好看的设计，那不如就按客户来，客户是金主爸爸嘛，他要付钱，他满意了，我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我们是双赢。那到了第3个阶段呢，我就觉得我作为一个在视觉传达上更专业的人，那商业设计作为对品牌理念的一种表达，我就应该要表现出我的专业性，把客户的抽象的需求具体的表达出来，然后让它看起来更美观。那这样当这件作品展示出去的时候，除了能够让客户的理念传达到，还能够潜移默化的去提高看到这个设计的消费者的审美。那如果大部分的设计师都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去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这样我们平时生活的环境，然后包括我们接触得到的东西，也会让人看起来更舒心嘛。那这个就是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啊，所以我觉得游戏市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我也能够理解。所以我对于沙金的削弱有看法有遗憾啊，无非是觉得什么呢？星穹铁道它作为一款非常热门的游戏，其实它有责任去提高玩家对于什么是好的判断。我觉得厂商其实都有这个义务，去把行业的标准变得更高，做出更好玩且更有深度的游戏。所以我多少会觉得沙金的削弱呢，带有一些妥协的成分，那我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当然我不是说星穹铁道做的不够好或者不对啊，其实从崩坏3到星铁，米哈游对于这个行业标准的提高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只不过我们始终还是希望国内厂商能够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做得更好，开拓出新的商业模式，然后让玩家玩到更好的游戏。就是说作为一个玩家，我们的期待其实是拉得很满的。当然同时我觉得玩家也是要包容厂商的更多的尝试，毕竟游戏市场其实厂商和玩家都是参与者，是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那如果大家都不寻求改变，那最后这个市场它就是越来越烂嘛。好的，那么这期呢就是我个人一个非常主观的碎碎念，也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有不同的观点呢，其实大家也不用着急，评论区里面我们理性的去讨论就好了。我是星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